跟住想講下關於廠商嘅第三個環節，就係擴張或者結合。咁舉個例子，幻想你係一間製衣廠嘅老闆，你諗住將間公司擴充，你會有啲咩方向呢？咁第一個諗法，你可以開返一間製衣廠啦，或者用收購嘅方式都得啦。咁製衣廠做返製衣廠，咁我哋嘅方向呢，就叫做橫向，即係同一個水平做返同一樣嘢。跟住仲有啲咩方法擴充呢？咁我哋話製衣服呢，我哋需要一啲原料嘅。咁我哋可以收購原料嘅供應商啦。舉個例子，如果製衣廠向原料方面入手嘅，例如收購一間紡織廠，咁嘅方向呢，我哋就叫後向。咁有陣時題目會加埋垂直兩個字，咁唔寫都得嘅，因為有橫就有直噶啦。仲有咩方法可以擴充呢？製衣，咁你做完啲衫之後，不如你自己賣埋咯。我哋行前一步，將自己製造嘅完成品自己開鋪頭賣啊。例如開一間時裝店，咁我哋呢就叫做行前一步，前向。咁或者題目有時會加垂直兩個字，如果你答題唔寫都得嘅。好啦，大家再幫手諗下，製衣廠仲有啲咩可以擴充或者發展啊？好啦，製衣廠做埋鞋得唔得啦？都係屬於服飾嘅一部分，但係又唔係一模一樣，呢啲就叫有關聯，但係唔一樣。咁我哋個名呢就叫做側向。好啦，同製衣有關嘅嘢都俾你諗晒啦，仲點樣可以發展呢？不如我哋諗下最後一種啦，就係做一啲完全冇關嘅嘢，咁就叫做集團啦。咁你見到係虛線，代表咧係完全冇關係嘅，例如製衣廠開一間餅店得唔得啦？完全九唔搭八嘅，咁就叫集團嘅擴充。好啦，或者我哋揾多個例子啦，長實係負責起樓嘅地產發展商。咁如果佢要橫向嘅話，佢會收購咩公司啊？咁另一間好出名嘅地產起樓公司啦，新鴻基啦，咁就一模一樣嘅，就叫橫向啦。好啦，如果要起樓嘅發展商，佢後向，咁呢間應該係咩公司啊？咁可能就係一啲原料啦，例如起樓需要英泥嘅。好啦，咁起完樓如果要前向嘅話，咁呢間會係咩公司啊？應該好啦，例如長實收購一間叫做中原地產，中原咧係負責咧銷售樓宇嘅。咁就咪即係前向咯，即係長實起完啲樓自己賣埋咯。好啦，側向又會係咩例子呢？同我諗唔諗到呢？即係同地產有啲關係嘅。好啦，起完啲樓，我哋自己開公司管理埋啦，咁咪叫側向啦。好啦，最後虛線即係完全冇關係集團嘅，咁呢間會係咩公司呢？好啦，例如屈臣氏，即係話起樓嘅公司，我哋做埋藥房賣藥或者健康產品，完全冇關嘅，咁咪叫集團咯。咁呢一課嘅考試模式比較固定啲，得兩種問法嘅啫。第一種就係叫你俾個例子你，叫你判斷翻係邊一種嘅合併或者擴充。跟住第二個部分就係問呢種嘅合併或者擴充呢，有啲咩好處？咁睇翻近年嘅 past paper 咧，其實都係問兩個好處嘅啫。咁我哋穩陣啲咧，記頭三個已經足夠噶啦，因為頭三個咧係所有合併都適用嘅。例如第一個，公司擴張不斷變大咧，我哋話公司嘅規模大咗咧，會享有一啲好處嘅。咁一個經濟學術語啦，就叫規模經濟。咁意思我括住咗噶啦，就係大規模生產咧，原來咧越做越平嘅，平均成本會下降嘅。最簡單，例如大規模入貨啦，買嘢都會有折扣啦。我同學又唔需要特別詳細解釋嘅，因為咧通常都係1.1分嘅啫，你答到已經攞咗1分噶啦。咁第二個優點就係利用品牌效應啦，公司不斷擴張越變越大咧，咁消費者對大公司嘅品牌咧通常都會信心大啲嘅。
所以大公司嘅發展呢就有呢個優勢咯。例如頭先所講，長實即係李嘉誠嘅公司開屈臣氏，咁你去屈臣氏買嘢都有個品牌，個信心都會大啲咯，食落肚嘅藥特別係。咁第三個就係公司變大咗呢，好多資源呢可以更有效咁運用咯。咁我哋話點解要記頭三個啊？因為頭三個呢係所有合併都適用嘅。但係同學如果想挑戰難度，想個別針對翻，例如橫向同樣嘅行業合併有咩好處啊？呢個淨係針對橫向嘅，可以擴大佔有率咯。後向即係話收購一啲原料嘅公司，可以穩定原料嘅供應咯。好啦，集團做完全唔同嘅生意，咪可以多元化咯，將業務分散落風險咯。好啦，跟住我哋揀一啲 past paper 嚟睇一睇啦。你發覺咧，其實問嘅嘢咧都係千篇一律嘅。好啦，雖然啲字好似好多，但係重點我已經 highlight 咗啦，都係問係咩擴張啦。第二，兩個原因，即係問咁嘅擴張有咩好處咯。咁第一題考評局最先出嘅答案咧係答橫向嘅，咁證明咗咧可能出題目嗰位咧係一位男士啦，因為佢覺得咧化妝品係冇分別嘅。咁後嚟咧考生嘅反應啦，喂，唔係噶喎，日本同韓國化妝品唔係一模一樣噶喎。咁所以之後咧佢將個答案咧改咗做答橫向又得，答側向都得，因為咧你認為咧日本嘅化妝品同韓國嘅化妝品咧未必係一模一樣嘅。好啦，咁至於擴張嘅原因，即係其實問個好處咯。咁你可以答兩個啦，睇翻筆記。第二題就係問電動車生產商同社交媒體公司收購咗合併，咁係邊一類嘅擴張？咁你睇到兩分呢，即係唔係淨係講個名啦，我哋都需要解釋啦。咁答案應該係叫集團合併，因為兩樣嘢呢應該係完全冇關係嘅。好啦，咁至於個優點呢，兩個好處，咁攞去睇翻個筆記咯。咁如果你想針對集團嘅，點解做唔同嘅生意啊？咁我目的咧，主要個目的都係分散風險咯。咁或者你答翻一啲大路嘅百搭嘅優點，亦都可以。